好，Hello，大家好。这期视频我们来分享一个关于那个宝塔面板国际版的这个 AA Panel 一个安装，还有一些常见的设置的一个内容。好，然后那个宝塔面板的话，应该很多小伙伴都听说过，就是它是国产的一款那个服务器运维软件，可以帮助我们管理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用它来做可视化的一些网站的搭建啊，包括那个 Docker 应用的部署，非常的这个方便。然后我这边的话也是使用了很多年这个宝塔面板。今天这一视频呢，我是推荐大家使用这个宝塔面板国际的这个版本。然后相比于国内的话，它这个版本的话是不需要强制绑定那个手机号啊，然后只需要注册一个那个账号就可以了。国内的话可能会涉及一些这个合规数据的上报，那么国际版的话是没有数据上报的，隐私方面呢会更加的严格。具体的这个对比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一个介绍啊。然后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就是这个 AA Panel 这个网站的话，在国际版是这个 aapanel.com。然后大家在打开的时候，如果没有开启魔法的话，这个会自动跳转到这个国内版。这个是国际版的这个地址啊，然后国内版的话就是这个 bt.cn 的，这个应该也有很多国内的小伙伴在使用啊。对，它这个功能的话，其实两个是差不是太多，主要就是前面讲的一个合规，还有一个就是手机号的一个强制绑定，这是它的一个国内版的一个界面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国际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界面，就是英文的，但国际版的话也是可以切换为中文的。然后我个人用下来最多的就是这个 WP 这个 Toolkit，用来搭建 WordPress 网站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的。好，那个面板的一个对比的话，就跟大家说到这边。这期视频给大家演示用的一台服务器是来自于这个华纳云的一台服务器，是日本的一个2核4D的，然后带宽的话是5兆的，然后这个配置的话用来搭建这个科学魔法的话，我实际测下来是速度不太行，就是看这个油管的话还是有点卡字的，但是用来搭建这个网站的话，国内访问的速度会相对比较快一些。好，然后这次这个服务器呢，也是华纳云今年的这个618的一个活动啊，然后就是新人的话，首单是198每年，每一年享受15个月的一个套餐。这些套餐的话，主要的特点就是基本上都是不限流量的，但是带宽的话都比较小。你看这个只有2兆的，像这个我这边手上这台服务器388一年的这个，只有5兆。但线路的话都是挺快的，延迟的话都在100以内。50到60这样，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下边的话还有云这个服务器，就是每一年送3个月。这个服务器的话，看下来也是带宽都是比较小的。这个目前推荐的话，就是用来建一些网站什么的。就这个配置的话，一年配置还是挺高的啊。这个新加坡的，然后美国的云服务器，美国的最低的话只要240一年，然后日本的就是这个1核1G。好，具体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根据需要吧。大家可以用那个 SH 工具来连接啊，我这边用的是这个 Final Shell 这个工具啊，添加的话也比较简单，然后就是把相关的主机的 IP 地址，然后 root 密码放进来，直接确定连接就可以了。好，我这边已经连接了啊，然后下边我们来具体的进行这个操作。好，我们可以那个打开这个面板的官方地址，这个才是它的国际版的一个地址啊。然后前面也说这个是它的国内版的这个地址啊，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翻译成这个中文来看一下啊，这是它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安装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啊，就是我们点击一下这里的这个安装免费版。然后它会提供一个那个安装代码给我们，就是一个脚本，我们直接复制这个安装的脚本，然后回到这个服务器。但是在这个装之前，我们可以把这个服务器做一个升级啊。像我这边的话，都把一些常用的命令的话做了一个保存。这边也推荐大家可以来这个做一个收集整理，比如说这个常用的一些命令的话，可以在这边进行添加。好，这边的话就是这个更新就更新完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输入框粘贴刚才宝塔的那个安装命令，输入粘贴完之后，我们直接回车。好，这个时候他会问我们是不是要去安装这个宝塔面板 ，yes 或者是 no，这个肯定是 yes 了，我们输入这个 y。
好，输入完之后回车，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台服务器就在安装这个宝塔面板。安装到这一步的话，就是说明这个宝塔面板呢就安装好了。然后可以看到，总共花了16分钟啊。所以说整个安装过程还是比较慢的，然后大家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可以放在这边，让它跑完就行了。这边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宝塔面板的信息做一个保存，然后我们把选中之后，我们来点击这个图标进行复制。好，这个就是我们面板外网的一个访问地址，然后这个是它给我们生成的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但这个后边大家都可以去更改啊。这个生成的用户名和密码吧，都是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好，我们来打开这个访问地址来看一下，然后我们用这个用户名和密码。下面的话有个语言的选择啊，我们可以选择简体中文或者繁体，包括其他的一些语言，我们就选择简体中文。好，点击这边的登录。好，可以看到这边显示安装成功，软件安装已完毕。好，我们点击这边的完成。好，这边的话，它会提示我们来安装一个网站运行的环境啊。左边的话是一个多 Web Server 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要同时安装 Nginx 和这个阿帕奇，还有 Open Lightspeed。这个 Open Lightspeed 的话，是对于 WordPress 网站的话，加速效果是非常好的。如果大家用这个 Open Lightspeed 加Lightspeed 缓存软件的话，是建议安装这边的这个环境。但如果说你只使用这个单个的 Web Server 的话，是推荐装这个单模式的只安装 Nginx 就可以了。这个看大家的一个需要。PHP 的话，我们一般装WordPress 网站的话都是需要的。然后数据库管理的话，这边的话建议大家安装最新的 MySQL 9.0。我这边的话，个人喜好就是喜欢用最新的这个软件啊，可能会有兼容的问题，但是这个优化的话，应该是比前面的版本会更好一些。好，然后这个是管理服务器数据库的一个工具啊。好，然后这个 FTP 的话，是我们用来上传文件的一个工具。我这边都是直接上传的，一般都不会用到这个工具，所以这个把它勾掉就行。这个的话，就是邮箱的一个服务器的啊。好，选完之后，我们就点击这边的一键安装。好，这边的话就会跳出一个消息的盒子啊，就是说这些软件在安装的任务。然后这个安装过程的话也是比较长的啊，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好，我们可以就是让它自行的安装，我们来做其他的一些设置啊。好，然后擦掉刚才那个界面之后，它是要求我们来登录一个AA Panel 的这个账号。然后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直接用这个 Continue with Google 来进行登录。我们从下面开始吧，然后从设置开始。好，这边的话就是常用的一些设置啊。这边比如说我们可以绑定一个域名，对吧？可以通过域名把这个 IP 地址替换来进行访问。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也可以设置这个面板的一个端口，像这边现在是40945，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边进行更改，对吧？当然这个默认的话一般不建议更改，这个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端口。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安全的入口，也就是这个面板的这块都是随机生成的。那么这个是在这地方进行更改的，大家可以改成自己比较方便记忆的啊。这边的话我就不做具体操作了，大家知道在哪边去更改就可以了。好，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开启的这个面板的 SL 工具，宝塔面板的话会自动给我们通过这个域名来开启一个 SL 证书，这样的话我们访问这个 AA Panel 的话就比较安全一些。好，然后下边的是一些API 功能的。这边认证与安全的话，就是我们来设置这个账号的用户名，就是在这边去可以更改。这边的话需要我们，比如说我随便输入一个，然后这边的话来更改它的用户名，比如说把这个密码复制过来。好，这样的话我们点击确定，这个用户名就更改掉了。更改完以后，它要求我们再重新的登录，我们可以再来重新登录一下，还是刚才的那个密码。好，登录。好，登录完之后，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设置这个界面。刚才我们是在这里把这个面板的默认的随机生成的这个用户名进行更改。那么密码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更改。这边的话，旧的密码，比如说是这个大家改完之后都要做好这个保存啊。然后我这边的话是用的开源版的Word Version 来进行密码管理了。
这个大家可以去自己部署，然后后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给大家出一期视频。好，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输入原来的那个密码，然后输入一个新的密码，但一般建议的话是用那个大小写字母加那个一些这个特殊字符吧，比如说这个这些，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更安全一些。我这边是做一个演示啊，大家保存的时候注意一个保存。然后我们把这个新密码再重新输一下。好，这边点击确定。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密码也修改了，修改完之后，我们需要重新再来登录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设置里面其他的东西啊。好，这个就是我们来设置这个我们一个宝塔面板的一个账号。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提前在这个官网进行注册，也可以通过这个邮箱和密码来进行一个注册。好，然后这边是面板的偏好的设置啊。这边比如说这个把这个关掉，对吧？就是我把这个 FTP 给它关掉。这个是这个面板的常用设置。然后界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界面的话，就比如说浅色，然后深色，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进行更改，比如说这个颜色，对吧？都是可以进行更改的，包括这个图标都可以。但这个基本上不需要去调整啊，就看大家喜好。如果喜欢改的话，可以改。然后这个报警的通知，这个我一般用的也不多啊，就是可以做一些安全提醒吧。备份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整个面板，包括数据库的那个整个面板的一个备份的话，就是在这里创建。然后恢复的话，也可以在这边进行恢复。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面板，你看这里面可以进行那个备份，就整个的这个台宝塔的所有数据的一个备份，包括网站的数据库的，对吧？所有的东西啊，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迁移到一台新的服务器的话，那么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迁移。啊，这边就不给大家具体演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也是我们如果用那个宝塔面板进行那个新的服务器迁移的话，是可以那个在这边进行迁移的，把那个老的服务器的那个 IP，然后相关的登录信息输入过来，就可以进行迁移。好，这个其他面板的一个迁移，这个我这边用的比较少，大家可以看一下。好，这个是设置界面，基本上就是这么多。然后应用商店我们来看一下。应用商店的话，这边就是我们可以安装一些那个常用的一些这个应用，比如说前面我们欢迎界面安装的，现在正在安装的这个 Nginx Apache MySQL，然后这个 Redis 的话也建议大家进行安装，这个对于我们那个 WordPress 网站加速的话效果特别好。这边可以点击这里的安装这边可以选择它的版本，那么我个人都比较喜欢装最新的。选择这个版本，然后立即安装。好，这边就让它在里面安装就可以了。这边的话就是你如果没有注册或者登录账号的话，它会一直提示我们来登录，登录之后就不会那个再一直跳了啊。然后这边的 PHP，刚才我们是选择8.3，我们可以在这边继续安装。安装一个更高版本的然后其他的像那 Open Light Speed 这边也在安装，然后工具这边的话有一些常用的，大家可以来安装一下，比如说这个 Linux Tools， 这个的话可以帮我们来设置一些这个虚拟内存啊什么的，包括设置那个服务器的这个地区的信息，比如说设置为亚洲上海的时区，这边我们点击安装。这边就其实安装成功了然后其他的我们看一下免费的一些应用，这里边的话我比较常用的是这个 Fail to Ban， 这个是我们用来那个防止服务器被爆破的一个安全工具，这个建议大家做一个安装，点击安装就可以了也是安装最新版本。好，这边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用的工具这个根据大家的需要进行选择性安装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看。包括一些那个云盘都是可以进行安装的，这样的话可以用来做一些备份。还有一些专业版的应用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升级到这个专业版的账号才可以使用，这个是有那个需要费用的。这边专业版的一些应用，那基本上前面的一些那个推荐的一些应用，安装的话基本上都已经够用了。然后第三方应用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方的应用的话不是很多好，我们再继续看上面一个模块，就是计划任务。它这边默认的有一个这个每天的话来重新帮我们 SL 证书进行续签。
它这个是续签那个面板的那个证书的。然后我们可以添加啊，就是后边如果我们搭建了网站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对网站进行每天的一个备份，对吧？可以备份到本地磁盘，还是可以备份到这些这个网络云盘，比如说像这个亚马逊的是吧？谷歌的这个需要的话，它有可以进行安装。然后备份网站的这个数据库。每天定时或者每周每月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备份的话也非常方便，包括网站日志的切割，还有目录备份，还有这个释放内存、同步时间，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这边还可以添加一些自定义的脚本啊，这个我用的比较少，大家可以用 AI 去写一些自定义的脚本。脚本库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个都是一些脚本库，它还提供了蛮多的。好，这是计划任务。然后这边还有个 AI 的，这是最近刚添加的一个功能，这也是要登录我们的那个 AA Panel 的账户，所以建议大家在那个安装之前的话，可以先在这边注册一个账号。这边的话，其实就是你可以跟他对话，让他做一些操作。终端的话，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点开看一下。终端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连接到服务器做一些那个命令的，就是跟我们这个 Final Shell 来连接，执行粘贴命令来执行是一个意思啊。好，这个文件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查看我们，比如说这个是那个 Docker 的一些文件是在这里进行可以管理的。然后我们再回到根目录，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后边如果安装那个网站的话，它的这个文件都是放在这个位置，上传文件或者下载文件的话就非常的方便。然后比如说备份文件是在这里面，这是数据库的，整个服务器上面的文件。在这里管理非常方便。好，然后下边安全这边的话，重点跟大家讲一下。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那个在这边来管理我们服务器开启哪些这个端口，没有在使用的这些端口的话，是建议进行这个关闭，这样的话让服务器更安全一些。比如说这个20的这个端口我们是不使用的，它是 FTP 的一个端口，那我们可以给它删掉。然后包括21的这个端口，好，然后80和43我们是需要的，然后这个是 PHP 这个软件的一个默认端口，然后这个是 FTP 的，我们也可以给它删掉。像这个就是我们那个面板的访问地址的这个端口，大家可以看到是在这里，它这边也会显示有没有在正常使用，基本上就留这些端口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添加的话也是很简单，就在这里进行添加，比如说是30，然后直接就可以了。可以选择这个或者这个都是可以的啊。这里的话就是那个 SH 登录的一些设置啊，那么我们可以更改那个 root 的密码，然后 root 的密钥，也可以通过密钥的方式来登录服务器。然后这边服务器安全，这边的话我们要把这个 SH 保护给它打开。这边就是统计的一些这个服务器登录方面的一些安全信息，然后网站安全这边可以进行一些扫描，然后来看有没有这个异常，还有这个防爆破的，就是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这种自动化的扫描我们这个端口，然后强行的去破解来登录服务器。所以的话，就是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设置，比如说设置这个白名单，可以把这个白名单加入到里面，就只有这个名单里面的 IP 地址才可以登录这个面板。这个其他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好，监控的话，我们可以开启这个监控，当然这个对于服务器的那个消耗会增加一些那个 CPU 和内存的消耗。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监控整个服务器那个 CPU 的一个变化，包括内存的一个变化。磁盘的一个流量变化等等，这个如果大家配置比较高的话，是建议可以开启。然后如果说是比如说只有2G 的或者1G 的内存的话，这个不建议进行开启。好，然后下面是这个 Docker 啊，就是这个 Docker 的话非常的强大，可以在这个服务器上安装部署很多这个 Docker 应用。然后这个默认是没有安装的，如果我们的话需要进行一个安装，这个我们就让它自动来安装就行。安装之后，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做那个容器的安装，包括本地镜像的一个管理。后边的话，我们出一期视频来专门介绍一些常用的 Docker 应用。好，然后下面这个是数据库，这是我们来管理我们的那个数据库的。因为现在没有那个安装部署网站，所以目前还是空白的。但后边的话，我们是可以在这边进行管理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 WP Toolkit，这个工具前面也跟大家说的非常的强大，安装 WordPress 网站的话是非常方便的，这个也是后面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好，这边是网站，这边网站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添加这个各种那个网站，比如说 PHP 的、Git 的、一键部署的，看到有很多，当然也可以部署 Node.js 的这个网站，还有可以添加这个反向代理，尤其是我们在用 Docker 的时候，可以在这边进行管理。好，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安装宝塔面板之后一些常用的一些这个设置和一些常用的软件安装，给大家就是介绍到这里。然后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那个常用的，就是大家如果有一些推荐的一些设置或者是使用，那么可以留言一起交流。如果这期视频对大家有一点帮助的话，那么点赞、关注支持一下。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